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阿嬷，啊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哇，阿嬷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回去啊可以开杂货店了。超级市场大减价，不买白不买吗？便宜就买，不如把整间超级市场搬回家去。东西你有份吃，有份用的，为什么不帮品德拿一点呢？哎呀，凭着当警察的，拿一点点东西不会辛苦的，对吗？对，阿嬷，你看我提的多轻松啊！哎，喂，回家直走啊！你去哪里？吃饱运动一下，帮助消化嘛。学学人家吧，连走路都懒。来，走了。等一下，阿嬷，静豪，我们进去看看。静豪，你快点过来看看。你看这只戒指怎么样？这个款式也不错。小姐，麻烦你拿这2只戒指出来看看。这2个都是最新的款式，设计简单又大方。静豪，你喜欢哪一个款式啊？你买戒指问我干什么？哇，这个钻戒蛮漂亮的。品德，你买钻戒送给谁的？我叫静豪选，当然是送给静豪啊。送给我做什么？你不觉得我们是时候结婚了吗？啊，他呀，你呀随便买个铁环就可以，干嘛花钱买这个钻戒？无聊啊你！静豪，你别走啊！我们的戒指还没选好呢。你神经病啊！谁说要嫁给你的？喂，品德，你就不聊了我了。对不起。你呀，大口袋呀！哪有人求婚像你这样先斩后奏的？我只想给他一个惊喜嘛，谁知道他会生气啊？哎呦，你这样做啊，只有惊没有喜。你为什么不问清楚就求婚呢？速战速决啊！啊，求婚也有速成班的。你呀，连一束花都没买呀！哼，你们拍过几次拖了？啊，好像连手都没拉过吧？这样就想静豪嫁给你，你呀想得美哦！阿嬷，拉手是那些不认识的男女才做的事情。我和静豪从小就在一起，我们很有默契的。说你大口袋，你就是大口袋。哼，怪不得追了这么久你都追不到，原来你这小子啊，根本不懂女孩子的心思的。阿嬷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他好像真的很生气了。
当警察的天不怕地不怕，难道怕他把你吃了不成？可是阿妈，静豪生气起来真的很可怕的，他可以1个月都不跟我讲话啊。静豪呢，最会欺善怕恶，拿出你男子的气概，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真的可以吗？唉，看你愁眉苦脸的，我就看死了你呀，追不到我的孙女。唉，大口袋。是黄平的，真是大口袋，莫名其妙。哎，生什么气呀？有人追啊，还摆什么臭架子啊？小心啊，把人给吓跑啦！不用你操心。啊，你看看你自己啊，没身材、没气质的。佘太君，你不要损你孙女啊！哦，你看，凶得像一只母老虎一样，还敢嫌品德啊？嫁老公就要挑他那一种的，为人正直、忠厚、老实。一大早讲好心情吃早餐，收买人心，这种人你还说正直？那倒是。那个小子啊，平时傻头傻脑的，今天啊，的确是有一点反常哦。傻头傻脑，你还叫我嫁？傻有什么不好？傻人有傻福吗？虽然呐，那个老家伙是有一点难相处，做亲家呢有一点困难，可是你又不是嫁给他，你管他的？谁说要跟他做亲家？你不要越扯越远好不好？哎呦，你不要这么大声啊！阿嬷不是耳聋的。哎呀，何止啊！你还老眼昏花，随随便便要我嫁？好啊，我嫁了就没有人管你了。嘿，阿嬷都几十岁人了，随时啊两脚一伸就走了，到时候没有人陪的是你。品德没有钱，都带你去买金，有金就是有心，没得闲呐。你阿公啊，以前在追阿嬷的时候，连个草戒指都没有，哈，哪像你那么命好啊？那么喜欢金，那你去嫁啊。阿嬷，现在流行老的配小的，70岁嫁给20岁，你要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可惜，他追的又不是我。你喜欢是吗？我叫他追你啊，那他以后不用再烦我了。啊，奇怪了，现在要嫁的人是你，又不是阿嬷，你说阿嬷干什么？你急着要我嫁出去是吗？你不要我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哎呀，每一次骂输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哈，你呀真的是怕输啊哈。哎，怎么样？别婆婆妈妈浪费时间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注册 ，OK？ 不行，静豪一定会骂死我的。黄平的，你又发神经了。我在等你，这，我警告你，要发神经就回家去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静豪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那天我真的是太冲动了，不过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从小我就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新娘子了。静豪，静豪，静豪，你不要再跟着我，要不然我喊费里叫警察。我就是警察啊。哼，警察费里罪加一等，你要坐牢吗？哼，不要再跟来。你口口声声说喜欢静豪，那你到底了解他多少啊？我当然了解啊，我们从小就认识的。他5岁的时候上幼稚园，3年级的时候参加演讲比赛拿第2名，5年级的时候去爬山，鞋子掉了。他的事情有谁比我更清楚？那他心里有一个男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个男的在他14岁的时候就占据了他的心，静豪好像很喜欢他哎。你少骗我啦！我每天都跟静豪在一起，也没见过他身边有别的男人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男人是藏在他心里面的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啊？你们女人比较了解女人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。我都不知道是谁，怎么帮你啊？这次完蛋了，我竟然有一个10年的情敌我都不知道。你先别急，最多我帮你打听一下啊。真的吗？小姐，在想什么啊？连我进来你都不知道。什么来的？
郭大海的医药基金申请表格已经被批准了。太好了，快兰正在为这笔医药费发愁呢。那现在大海怎么样了？情况算稳定，现在只是等适合的肾脏捐给他，希望他家里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就好了。哎，这只风筝怎么我没有看过啊？哦，前几天我带大海去放风筝，觉得很漂亮，就挂在那边当装饰了。你和大海放风筝，就是你们2个啊？还是还有第3者？又不关你的事，问那么多干嘛？被我说中了吧？是不是你的14岁的情人啊？当然不是啦，干嘛突然提起他啊？我只是好奇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子？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想着他？都已经那么多年了，我想他的样子应该已经变了吧。这个糖果盒就是我14岁那年住在医院里，刚好圣诞节他送给我的。原来是定情之物，是礼物。那时候他还是个实习医生，办圣诞老人派礼物，这就是我的礼物。就这样，你就把它埋藏在你心里这么多年啊？那时候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开开心心回家办圣诞 party， 而我呢，一个人住在医院里，感觉好害怕，好寂寞。可是他的声音还有他温暖的手，让我心里感觉温暖了许多。的确是很浪漫，不过你好像中毒太深了吧？这种感觉你是不会了解的。你这么喜欢他，为什么你不回去医院找他？那时候还小，不好意思；长大后就更不敢了。现在都已经那么多年了，说不定他都已经成为大医生，或者是早就已经结婚，移居国外发展了。至少你应该采取主动，查一查他的资料，好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对啊，怎么没想到这些？谢谢你提醒我啊！要谢我，你也可以直接报答我啊。你想怎么样啊？星期天有没有空？各位家长、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是 NKF 立昌的家庭日，是大家欢聚的日子。气氛这么好，天气也好，心情就应该更好，所以大家尽情的放松，尽情的玩吧。黄品德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是 Kid 邀请我来当义工的。你们2个什么时候走在一起的？喂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是真心诚意来当义工的。真心诚意当义工，最好是这样。Vincent， 最近学校功课怎么样？静瑶姐姐，我的作文比赛刚刚得了第2名呢。那么厉害啊！林小姐，Lisa 自从开始洗肾，就变得很不爱说话，也时常发脾气。我做妈妈的不懂怎么办才好啊。刚开始总是不能接受 ，Vincent 啊，那时候也是这样，幸好有林小姐帮忙开导。其实他们小年纪就要受病魔折磨，又要应付学校繁重的功课，是很辛苦的。最重要就是在家里，大家不要给他额外的压力，多引导他们想乐观的东西。你放心吧，待会儿我们会安排 Lisa 跟小朋友一起玩游戏，跟家长短暂的分离空间，让他放轻松一下。谢谢你，林小姐，谢谢。别客气。谢谢你，林小姐。哎，你怎么站在我背后啊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他是蜜蜂见到蜜糖，黏着你怕你跑掉。哼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努力的？怎么静豪对你的态度好像一点改善都没有？没关系，加油！他来干什么？谁啊？大海，豪姐，
我刚刚在想，你妈妈也要工作，可能没人陪你来了。胡须老自己说要陪我来的，他今天特地请了假。谢谢你啊，这种交流聚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请大家过来，游戏就要开始了。我们过去玩游戏吧。胡须老，一起去吧。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没事，不要哭了，爱哭的小朋友没人要陪你玩的。不要哭了，没事。小朋友，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哭呢？哈哈哈 ，Merry Christmas！ 小朋友不要哭了啊！爱哭的小朋友，没人要陪你玩的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哭了，哎，来，我有礼物给你啊！送你一盒糖果啊！哈哈 ，Merry Christmas 啊！发什么呆啊？胡须老呢？刚才 Vincent 受了伤，他带 Vincent 去涂药了。胡一鸣，你认识他吗？当然啦，他长得那么帅，而且是医学院里面杰出的医生呢。哎，静豪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想到要找他呢？没事啦，我只是想知道他的近况。想当年，他来到我们的医学院里面实习，很快的就成为非常有名的心脏科的医生。除了本地、外地的病人慕名而来的，都指明要他操刀动手术呢。原来他那么出色。想当年，他又年轻又能干，任何难度再高的手术来到他手中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护士们都把他当成是追求的理想对象。那后来呢？是不是结了婚，还是移民了？后来，他替一位教授动了心脏绕道手术，发生意外，私自离开医院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吗？可能他不再当医生了。要是真的这么样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医学界就这么样的丧失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了。谢谢。
有个病人的心脏绕道手术啊，我想交代给你就负责。是怎么样的一个病人？是个不容易伺候的病人。唐教授，你放心，再难伺候的病人，一鸣都有办法搞定。即使手术难度再高，到了我们快儿总的胡一刀手里，照样摆得平。教授，刚才你说的那个病人，他是谁啊？那个病人就是我。爸爸的心脏有一条血管阻塞，必须尽快动手术。心脏绕道手术对你来说不是个大问题，我对你有信心的。一鸣，到时候我当你的助手，顺便偷师。好啊。我小学有个同学叫 Peter， 有一天 Peter 跟一个女同学吵架，竟然骂她是猪。那个女同学哭着回家向妈妈投诉，后来她妈妈带她到学校找老师理论，原来她妈妈也是个胖妈妈。那 Peter 一定是被骂到很惨了。老师当场带 Peter 到校长室对质。Peter 当场承认骂他的胖女儿是猪。你们猜，老师怎么惩罚 Peter？ 怎么样啊？老师说 ，Peter， 虽然他们长得都像猪，可是你也不能真的说出来啊。X 光片怎么没有发现他的肺部还有一条血管阻塞？一鸣，如果继续的话，恐怕时间会过长，唐教授会置之不处。他的血压怎么样？正常。我们继续。我怕超过一定时间，唐教授会失血过多的，不如停止吧，再安排另一次手术。胡医生，血压下降了。一鸣。胡医生，血压下降了。我爸爸怎么了？一鸣，为什么手术时间这么长？一鸣，你说话呀！爸爸到底怎么了？陈康，你告诉我，我爸爸怎么了？唐教授失血过多，已经。我之前提醒过你的，你为什么要坚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你不是说你很有把握的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爸爸为什么会死？爸爸不会死的，爸爸不会死的。我要去见爸爸，去见爸爸！冷静一点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为什么会这样？爸爸为什么会死？听我说，手术中途，
却发现唐教授的肺部还有一条血管阻塞，一鸣坚持继续手术，结果导致唐教授失血过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 吃芋头糕，我跟阿妈特地买来请你吃。哦，是啊。黄师傅，哎，一刀，你快吃吧。啊，不了，我去上班。哦。哎呦！哎，黄师傅！哎呦！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哈？哎呀，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胸口痛，气又喘。哎呀，你整天喊这里痛那里痛，是不是风湿病啊？还说呢，今天要提早开档，多赚那几块钱干什么？这么辛苦。对呀，如果不舒服的话，就在家里多休息，今天不要开档了。对了哈，他以为他真的是黄飞鸿的后代，如果是真的，我啊就是佘太君的传人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来吃芋头糕，吃芋头糕啊！哎呦！哎呦，黄师傅！啊，真的晕倒了，真的晕倒了！黄师傅，要不要叫救护车啊？黄师傅，黄师傅。 黄师傅，你为什么要假装啊？哎，你看，大医生就是大医生，连我是假装的，他也看得出啊。是黄师傅和阿嬷想要鼓励你，主意是他们出的。胡一刀啊，你医术这么高明，不当医生太可惜了。医生医死人常有的事嘛，又不是故意的，那何必在意呢？是啊。 听说读医科很辛苦的，你现在放弃不是很可惜吗？大家都是一片好意，你只是受了一点点挫折，你不要放弃啊！来，一刀，一刀。喂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只是叫阿妈和黄师傅帮忙劝你，两个老人家那么有心，你就不要发脾气了。 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？你说啊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帮得上忙。怎样？你肯承认你是医生啦？无聊。胡一鸣，你就是外号胡一刀的胡一鸣医生。为什么要调查我？终于不打自招了。 明明是医生，不是的话，为什么怕我查？你的心情我能了解，不过有谁没有失败过？最重要的是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，勇敢的去面对。你以前很热心，很爱护你的病人的，你是一个出色的医生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你那些病人失去像你这样的好医生吗？你说完了吗？ 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你亲口承认，你就是胡一鸣医生。爸爸，天颂长大以后要做最出名的音乐家。爸爸，天颂要录很多，录到整个图满满。 1、
我选指甲。阿辉，放工了，怎么还不回家啊？不是啦，叔叔，我要买钢琴了，我选指甲。天少要买钢琴啊？是啊。爸爸问你有空吗？不是啦，叔叔，去帮我选钢琴好不好？哦，好啊好。谢谢，胡须老叔叔，耶，我有钢琴了。那一架听起来比较好。妈妈，静华姐姐，胡须老叔叔也来帮我们选钢琴。这架不大适合，还是刚才我们试那架比较好。几时可以送货？下个星期3，送货员会再打电话通知你们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喂，你走快点好不好？还输给我这副老骨头。喂，黄师傅，如果你看不爽的话，找人来帮忙喽，或者你自己拿喽。哎，要不是今天一刀没空的话，我才不要你帮忙呢。一刀一刀，我看啊，你们全中了他的毒，好人坏人都分不清。喂，他是我朋友，不准说他坏话。哎，天色，阿妈，王叔父，天上有钢琴可以弹了。哦，是啊，天上有钢琴啦啊！静好，你干嘛跟他在一起啊？谁跟他在一起啊？他们2个也真难得，每个月赚那么少的钱，还舍得给天颂买钢琴。那当然咯，天颂喜欢音乐嘛哈。他们呢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就算是自己不吃啊，也会实现天颂的愿望哦。对啊，下个星期钢琴就送来了。是吗，天颂？那么下个星期，天颂记得弹钢琴给黄师傅跟阿嬷听，知道吗？我会弹很多很多，全部都录下来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哦，天上的钢琴了。黄品德，你找我？现在有空吗？有。跟我来。来，小心，小心。这个录音机，我送你不到2个星期，那么多录音带啦，真厉害，可以出专辑了。等钢琴来了，我还要录很多很多，录到整个车满满。好，到时候静好姐姐送你一个很大很大的车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哇，你还要买啊？阿慧啊，你的客厅这么小，你的钢琴这么大，你的沙发放哪里啊？你的沙发放房间里面，可是你的房间已经放很多东西，那如果把沙发放进去里面的话，你的房间不是变得更小了吗？天颂，你看，爸爸妈妈都疼你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只有天颂的钢琴最重要了。不，天上的爸爸妈妈最重要的，还有静浩姐姐、阿嬷、胡须老叔叔、黄师傅。天颂啊，那品德哥哥呢？品德哥哥排在钢琴后面。啊，钢琴后面啊？对呀，帮忙打扫吧，快点。静好姐姐听你录了什么？是我排在最后面，怎么可以呢？
这个给天颂。过2天是天颂的生日，这是送给他的，拿去。哦。你们终于存够钱买钢琴送给天颂啦！天颂长大后一定想当钢琴家。天颂这么聪明，一定会实现你们的愿望的。妈咪，永俊，永俊，怎么那么迟啊？我去图书馆借书。肚子饿了吧？嗯。我炖了燕窝，你爸爸说你考试要到了，叫我炖多一点补品给你吃。我等一下再吃。吃燕窝花不了你多少时间的，别老是顾着读书，也要休息。待会儿叫阿姨拿去房里给你。哦。记得啊，休息一会儿再做功课。谢谢。喝完了。永俊，喝了燕窝就休息一会儿，别只顾着读书，会累坏身体的。嗯。阿英，你帮我选哪一张比较美？永威，二婶，我炖了碗燕窝，你趁热吃。麻烦你了，二婶。快当新娘子了，多喝燕窝可以养颜的。永威啊，别怪二婶多事。你真的决定要嫁给陈康吗？有时候我在想。要是我跟陈康结了婚之后，一鸣又突然的出现，到时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要想清楚啊。其实我最爱的还是一鸣，不过自从他不告而别之后，陈康就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守着我。这段日子。不管我开心，或者是不开心，他都愿意和我分担。即使是铁石心肠，我想，我也应该感恩吧。爱情不是施舍，做错了决定，
你就会后悔的。其实爸爸的死是个意外，我当时太激动了，所以才会给他这么大的压力。后来，我一直想告诉他我并没有怪他，可是却一直就没有这个机会。永卫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嫁给 CK 了，就不要再想你跟一鸣的事了，否则一定会伤害到 CK 的。我知道，一直拖下去对陈康很不公平，我会好好的报答他对我的爱的。明明就是你啊，胡一鸣！现在证据确凿，看你还有什么借口否认？怎么样，还满意我替你做的造型吧？是不是跟你现在一模一样呢？喂，我现在正在辅导一个前途无量却失意落魄大医生，这是一个很神圣、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吧？你有空就去辅导你的病人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做这种无聊的事啊！那你呢？有那么多病人等着你这个大医生去拯救，还在这里浪费生命。我不是医生，还不承认？我已经到医学院查过你档案，你就是胡一鸣医生。胡一鸣已经死了。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？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爸爸，天上要水。来，天颂，这是秉德哥哥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秉德哥哥，谢谢阿妈，谢谢丁华姐姐，谢谢胡西来叔叔，谢谢王师傅，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大家。